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下山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这个大问题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道德哲学的大问题。当我们面临道德难题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做出道德抉择。那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才是合乎道德的呢？家人们，我这么做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之前很多期大问题节目的选题啊，包括电车难题啊、自动驾驶汽车问题啊、动物权利问题啊、机关买卖问题啊等等等等场景里面啊，都面临过这样的道德抉择。在这些场景中啊，大多都会出现3种告诉你怎么做才对的道德理论啊。它们分别是英国哲学家边沁所主张的功效主义，德国哲学家康德所主张的义务论，以及英国哲学家麦金泰尔所主张的美德伦理学。你根据这3种道德理论，就能知道在各种复杂的道德抉择的场景下，怎么样做才是对的了。包括咱们大问题节目以后可能会做的伦理学选题啊，比如说什么废除死刑啊，比如说安乐死啊，比如说堕胎啊，比如说代孕啊，比如说高考加分啊，等等等等，都会牵涉到这3种经典的道德理论。包括罗翔老师讲法学的时候啊，都经常会提到什么义务论的法学观啊，什么功效主义的法学观啊，这些底层的理论。所以呢，咱就有必要啊，专门做一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就抛开什么废除死刑、什么安乐死这些应用题的应用场景，而专门来讲一讲这3种数学公式本身，对吧？既然每次解各种不同的应用题的时候都会用到这3种数学公式啊，我们就需要把这3种公式的理念给搞懂，以后你在生活中再遇到什么伦理难题的时候啊，你的武器库里面就有装备啦。当然，这3种道德理论之间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咱们这一期大问题节目啊，并不是上课啊，依然还是大问题节目保留的开会辩论的形式。我们会分享3位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最终你来评一评这3种道德理论究竟哪一种更有道理的回答了怎么样做才对这个大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出场。先声明一点啊，由于今天的选题啊是个特别典型的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问题嘛，那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用道德哲学 moral philosophy 这个词啊，有时候会用伦理学 ethics 这个词啊，那肯定就会有人问啊，这个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没必要细究啊，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啊，你就当他们是一回事啊，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哲学。好，我们来说功效主义啊。很多中文学者啊，喜欢把 utilitarianism 翻译成功利主义，但咱们节目里面啊，不喜欢这个译法啊，因为中文里面说一个人太功利，那几乎就是一句骂人的话嘛。但是人家 utilitarianism 的前缀 utility 啊，就是经济学里面说的效用嘛，就是追求快乐，就是趋乐避苦嘛。所以更准确的翻译啊，应当是效用主义、效益主义，或者就是功效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很多哲学家在阐述他们自己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时候啊，都要先拿人家功效主义当靶子啊，包括康德啊、罗尔斯啊、洛奇克啊、桑德尔啊等等等啊，都是先把人家功效主义给批一通，然后踩着人家功效主义的身子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理论啊。但是呢，直到今天啊，功效主义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伦理学派啊。这说明啊，虽然很多哲学家都在批判功效主义，但批判到今天人家都活得好好的，这也说明了功效主义的生命力的强大嘛。现代功效主义的哲学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杰里米·边沁。其实啊，功效主义算是一种启蒙哲学，它和启蒙运动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知道啊，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啊都不那么在意啊，人们在意的是能否死后上天堂，人们生活的寄托啊都在彼岸世界，所以尘世间这辈子啊凑合过就行了。但是呢，功效主义一反这种宗教的禁欲观，讲求啊，我们在此岸世界啊就要活得幸福快乐，这辈子活得幸福就很重要。而且呢，功效主义不跟你玩虚的啊，关于怎么样做才对这个大问题啊，功效主义不跟你讲什么假大空的道德理念啊，对吧？中世纪的人们讲这些个假大空的道德理念啊，讲得过头了啊，一件事情做得对不对呢？得看是不是符合某种假大空的宗教教义或者意识形态。功效主义不讲这些个假大空的理念啊，一件事情做得对不对，主要看疗效。那是什么样的疗效呢？好，下面我们就用3条简单易懂的原则来解释一下功效主义的基本精髓啊。第一个原则是效用原则啊，这个效用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utility， 就是快乐，就是福利。效用原则简单说就是趋乐避苦，而我们感受到快乐呢就是正效用，感受到痛苦呢就是负效用。那效用原则就是说啊，一件事情做得对不对啊，就看它能不能带来尽量多的快乐，以及避免尽量多的痛苦。在功效主义看来啊，伦理道德的本质啊，都可以还原到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凡是快乐的就是好的，凡是痛苦的就是坏的。因此呢，只要是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的个体，我们就应当道德的对待他，我们就不应当造成他的痛苦。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公司老板还是基层员工。
说到这个呢，就要引出功效主义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平等原则。就是只要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的个体，他就有免于伤害的权利，因为没有谁的痛苦不比别的谁的痛苦更不是痛苦啊。所以我们不赞同把这个 utilitarianism 翻译成功利主义嘛，这会让人望文生义啊。这个功利主义呢，只讲求功利啊，只讲求个人的私利。不是的，正相反啊，功效主义是一种特别讲求平等的思想，它讲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当然，我们之前有一期讲动物权利的大问题节目里面也提到啊，也可以把这个功效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里面这个人字给去掉，变成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要是能够给尽量多的人带来尽量多好处的事儿，都是值得做的。好，说完平等原则，我们再来说量化原则。其实啊，量化原则也是效用原则的应有之一嘛。我们一说效用这个词啊，说效用是可以提升啊，说快乐就是正效用，痛苦就是负效用，那就说明效用是个数字嘛，它是可以被量化的，是可以加减乘除的。所以一件事情做的对不对啊？那不仅要看它是否提升了效用，还要看它提升了多少效用。那如果做 A 比做 B 能带来更大的效用值的话，那么做 A 就是更正确的做法。那么怎么来衡量效用值呢？边沁用了7个维度来衡量造成效用值的大小啊。那这就叫科学精神，能算算数的才是科学嘛。边沁正可以算是最近这些年流行的量化自我的祖师爷。咱生活的好不好得算算数。那么是哪7个维度呢？第一个呢是强度强度就是指快感或者痛感的强度快感强度越大越加分，痛感强度越大越减分。第二个持续时间就是指这个快乐或者痛苦会持续多长时间。那第三个确定性就是指我这么做是不是确定会带来快乐和痛苦。那第四个远近性就是指我这么做了就能立即获得快乐如果做 A 立即就能获得快乐，那比起做 B 10天后才能获得快乐，那么 A 的效用值就比 B 更大。那第5个繁殖力呢，就是指做一件事情如果能带来连环快乐，那么它就比做那种只能带来一时爽的事情的效用值要更高，对不对？那第6点纯粹性就是指带来纯粹快乐的事情就比痛并快乐着的事情它的效用值要更高，对不对？那第7点程度就是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做一件事情它能给更多人带来快乐，那它就比做带来更少人快乐的事情的效用值要更高。那有了这个效用量表，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你对着这个量表咔咔咔一通加减乘除，不就被算出来了吗？比如说呢，有2个男孩都在追求你他俩都挺好的，你正纠结到底选谁和他在一起呢？你就掏出这份量表看看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强度怎么样持久性怎么样确定感是多少等等等等，3下5除2不就帮你做好决定了吗？那这个效用可以量化计算以后它带来的好处不单单是方便你个人做出正确的抉择它更大的好处体现在它更有助于帮助我们做出那些能够影响很多人福利的决策比如说公司制定商业策略，比如说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功效主义能更有效地做出正确决策比如说呢，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公正如何做才是正确的》这个公开课上呢，讲到功效主义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是桑德尔用来批评功效主义的，就是说这个20世纪70年代呢，福特汽车公司有一款名叫平托的汽车非常畅销，但是呢它有一处相对的设计缺陷就是平托这款车的油箱呢是装在尾部的，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呢，其他车从后面撞到平托了，那平托的油箱更容易发生爆炸，因而更容易造成平托车车主的伤亡，所以呢受害者就把福特公司告上了法庭。但其实福特公司早就知道平托这款车的设计有这么一个隐患，而且呢早就有了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是在平托汽车的尾部安装一个特殊的隔板，那这样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追尾造成油箱爆炸了。但是呢福特公司也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就是安装这种特殊的隔板呢，每块隔板的成本是11美元，要给市面上所有1200万辆平托车都装上这块隔板的话，总成本是 1.37亿美元。但是呢福特公司又算了另外一笔账，就是不装这块隔板的话能省下这 1.37亿美元然后拿这省下的钱呢去赔偿给那些因为油箱爆炸而伤亡的车主，那统计下来呢差不多会有180名死者和180名伤者，那每个死者赔偿20万美元，每个伤者赔偿 6.7 万美元，再算上这个车辆维修的费用都给包圆了，总成本才4900万美元，还不到装隔板的成本的一半，所以福特公司最终的决策是不装隔板。但就这一点惹怒了陪审团，原因是福特公司居然给人命定价，相当于是20万美元买一条人命呢，人命关天哪能就这么给人命定价呢？这个例子呢是桑德尔用来批评功效主义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据此为功效主义辩护，就是说你如果觉得20万美元少了的话，那50万美元行不行？200万美元行不行？他得总得有个数因为作为福特公司的管理层他必须要做决策你说这个车辆必须设计的非常安全才能上路，那你说非常安全是多安全？军用装甲车算是非常安全的吧，
但是如果按照生产军用装甲车的标准来生产民用小汽车的话，那一辆车的售价估计会是原来的10倍甚至100倍，那就没人买得起汽车了呀。那福特公司就根本不会有利润了。那如果都没有福特这样的公司，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民用小汽车了呀。按理说人命关天啊，人的生命是无价的，那是不是所有汽车都不要上路了，对吧？全球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大约有130万人，那为了救这130万人，我们全人类都禁止使用汽车得了。但是你不能只看到每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了多少人啊，你得算机会成本啊。就是如果为了减少交通事故而不让汽车上路，我们会因此损失什么？会不会因此而死更多的人，对吧？有了汽车以后，突发心脏病的患者啊，才可以快速的送进医院。有了汽车以后呢，我们能去更远的地方通勤去工作，这样又能创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能养活多少人，对吧？这些都必须量化对比，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啊。如果我们算出来，如果全球因为禁止使用汽车，因此会造成，比如说每年会造成200万人的死亡，那么因为使用汽车造成每年死130万人，就是更正确的决策。你别看这个数字计算冷冰冰啊，但如果你是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的话，你毕竟要做决策啊。你说不能拿数字来说事儿，那你拿什么来做决策呢？难不成拿情怀来做决策吗？此外呢，还有一种对功效主义的批评啊，就说这个功效主义啊会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啊，就是说啊，如果牺牲一个无辜的小我就可以大幅提升其他多数人的福利的话，那么牺牲一个无辜的小我就是值得的啊。就比如说在这个电车难题里面呢，为了救那5个人而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就是值得的，因为5条命大于1条命嘛。但是呢，这总让人感觉不对劲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被牺牲的无辜的人啊。但其实啊，针对这一点批评啊，功效主义啊是可以自我改进的。比如说边沁的学生啊，也是一个功效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认为啊，如果牺牲无辜的人换来多数人更大的福利啊，这反而会造成人们的恐慌啊，这其实反而是给最大多数人造成的负效用啊，其实是不符合功效主义的原则的。那功效主义者面对这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决策时啊，就可以做到别只算眼前的账，而要看到长远能带来更大的好处。所以呢，下回再碰到这种类似于电车难题里面1条命换5条命的情况啊，我们就不要选择1换5了。如果那5个人给电车撞死啊，是自己造成的，或者就纯属倒霉，那他们死了就死了嘛。我们无需拿一个无辜的人的命去换他们，这样相对而言会为社会造成更小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啊，功效主义是很有弹性的，因为它的总原则啊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日常直觉的，就是去做那些能给尽量多的人带来尽量多好处的事情。那只要这个总原则不变啊，那么它在操作过程中啊遇到一些 bug 啊，总是可以修复的嘛。比如还有人给功效主义挑了这么一个 bug 啊，就是说如果按照边沁用的那个效用的量表啊，就是什么强度啊、持久性啊、确定性啊，如果单纯拿这个来衡量效用的话，那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刷短视频啊、吃炸鸡腿、酗酒、纵欲，甚至是吸毒，这样多快乐啊，效用多高啊。所以有人批评功效主义啊，就是一种猪的哲学，对吧？这个猪每天就是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效用值非常高。那对于这种批评呢，密尔呢就给功效主义加了一个维度来 debug 啊，就说我们考察这个效用啊，也要考察这带来的快乐啊，是高级的快乐还是低级的快乐？高级的快乐是更值得追求的快乐。虽然呢，高级的快乐啊，比如说像这个阅读哲学著作啊，进行哲学思考带来快乐啊，它不如低级的快乐那样直给啊。享受高级的快乐呢，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训才能享受得了的。但是呢，你一旦能够去享受这种高级的快乐啊，这种快乐它会给你带来更为持久的满足。所以呢，功效主义啊，也可以不是一种纯粹宣扬低级快乐的猪的哲学。这个密尔就认为啊，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就比做一只快乐的猪要更好。好，这就是功效主义对本期大问题的回答。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功效主义回答说，做那些能够给尽量多的人带来尽量多好处的事儿就是对的。对于功效主义的这个回答呢，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此嗤之以鼻。什么？非得得着好处才做好事儿？你这是啥道德哲学呀？真正的道德行动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好，下面我们有请康德出场。康德伦理学攻击了一个靶子啊，就是功效主义。在康德看来啊，功效主义的伦理学啊，就是一种小动物式的伦理学，对吧？功效主义把趋乐避苦当成是伦理道德最底层的动机，这就是没把人当人看嘛，当成是动物来养活了。功效主义啊，把人的幸福快乐当作是伦理道德的最高目标，这完全就是错的。在康德看来，追求幸福快乐啊和追求道德上的正确并不是一回事儿。
康德批评说，自身幸福的原则是最该抛弃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错误的，而经验也与福祉在任何时候都以良好品行而定这种托词相矛盾。原因也不仅在于它根本无助于道德的确立，因为使一个人幸福和使他成为一个好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使他聪明并精于自己的利益和使他有德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康德这意思倒不是要反对人们追求幸福快乐而是说幸福快乐也就是效用呢，这是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这样的经验科学追求的目标而不是道德哲学追求的目标。我们做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和做正确的事情、对的事情是两码事儿。这功效主义呢，把效用当成是伦理道德追求的目标的话，那就是一种小动物式的伦理学，就是把人当成了动物了嘛。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正确的事情本身就是正确的，错误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比如说诚实守信本身就是对的，滥杀无辜本身就是错的。但并不会因为滥杀无辜会提升社会总体福利，那滥杀无辜就变成对的了。一种行为在道德上的对和错，并不外在于这种行动，而就是这个行动本身内在所固有的。要不然怎么着？如果事情不能给你带来好处，你就不做了。那如果诚实守信不能给你带来好处的话，你就应当撒谎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把功效主义伦理学看作是后果论的，而康德伦理学呢是一种动机论或者义务论的。就说这个功效主义评判对错看的是行动造成的后果嘛，那后果能提升效用，那么它就是对的。而康德反对后果论，应当怎么样做才对我们不看后果，看的是动机，就看你动机上是不是把做这件正确的事情当成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无论后果怎样，你是义无反顾的去做这件正确的事情。康德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动机才是判断行为是否是道德的标准就说一个店家为何要做到童叟无欺、诚信经营呢？就比如说一个小孩来店里面买东西这个店家看这个小孩好忽悠完全可以以更贵的价格把商品卖给小孩可这个店主意识到一旦有人发现了他占了这个小孩的便宜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会传播开来，他家店的招牌就被砸了，是不是？从而就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意了。康德说，店家这么做虽然是正确的就是没有去占小孩的便宜但却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就是怕砸了招牌嘛。那这不是道德的行为，而真正道德的行动是这个店家出于义务就不应该欺骗顾客，而完全不考虑欺骗或不欺骗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吧？英文里面有个谚语叫做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就是诚信是最好的策略。那康德就会批评说了，那你这个诚信不是真正的诚信你这只是策略诚信也就是战术诚信而真正的诚信不是战术诚信，而是为了诚信而诚信。康德倒不是要反对我们为了后果上能带来好处去做好事而是说呢，这不是道德行为，它没有道德价值，它不错，但也谈不上对，它不至于被批评，但也不至于受到赞扬。我们不至于去赞扬一个怕砸的招牌而战术诚信的店家，但是对于一个把诚信经营当成是义务的店家，就是哪怕诚信经营会给他造成亏损了，这个店家依然义无反顾的诚信经营，这样的诚信经营才具有道德价值，这样的店家才是值得赞扬的。据此呢，康德把人的道德行动分了个类，就是一种行为呢，它要么是符合义务的，要么是违背义务的。这个违背义务的事呢，康德是明确反对的，对吧？这不用多说，滥杀无辜欺骗别人这些行为就是错的，就是违背义务的，就是不应当做的。而关键在于呢，就是在符合义务的行动里面呢，还得看是出于义务还是合乎义务。真正值得赞扬的、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是你在动机上就是出于义务而去做正确的事情。但如果你的动机呢，只是为了得到好处而做出了符合义务的行动，这就只是合乎义务，而不是出于义务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为了不砸招牌而战术诚信的店家那样这种行动呢，不值得反对，但也不值得受到赞扬。那这种为了得到好处的动机呢，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利益驱动呢，还有另外一种好处，就是倾向和偏好。那什么叫倾向和偏好呢？就比如说一个人做出了正确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人他就好这口，他就喜欢做好事儿比如说他有强烈的同情心，他不做好事儿浑身难受就比如说孟子说过的场景你看见路边一个小孩掉井里面去了，孩子哇哇大哭，你动了不忍人之心，很同情这个孩子，于是上前把这个孩子给救上来了。但是康德会说你的这个举动依然不具有道德价值，真正具有道德价值的是你出于责任和义务去救这个孩子。就比如说你甚至是一个厌孩症患者就是看到熊孩子就烦，尤其是听到孩子的哭声更是整个人都要炸裂了赶紧想躲得远远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认为
救人啊是一种义务，而无关自己的偏好和倾向。你忍着厌孩症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不适感，毅然决然的上前把孩子给救出来了，这样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这意思倒不是说非得是做那些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的偏好拧着来的、让自己不舒服的行动才是道德行动而是说呢，就是道德行动和自己的偏好无关，它只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康德这是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嘛，就是说呢，哪怕是跟自己的偏好拧着来的行动，只要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它就是道德的。康德举了个例子就说有一个老好人他就喜欢没事帮助别人不计回报，他都能从帮助别人的行动里面收获内心巨大的喜悦真就是助人为乐了。但是康德并不把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看作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当然康德也并不会批评这种行动康德的原话说就是这种行动值得我们称赞和鼓励，但并不值得尊敬。但相反呢，康德又举了个例子就说一个人对其他人类缺乏任何同情心就比如说他出过车祸大脑里面负责同情和怜悯的老去失灵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但是呢，他仅仅是出于义务和责任帮助别人，他帮助别人的时候莫得感情，他冷酷无情的帮助别人，这样的行动才是道德的。还是那句话，康德并不是要批评助人为乐的人或者说要提倡做人应当冷漠无情康德举这些个例子是来说明道德价值与一个人的偏好和倾向无关，而仅仅是出于责任和义务。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呢，仅仅是因为这么做本身就是正确的，不论这么做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或者让我们感到快乐。康德倒也不是让我们都变成道德机器人就是做事情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和快乐康德想说的是就是你帮助别人如果仅仅是出于个人偏好或者说能带来好处那就不够。但是呢，如果你帮助别人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应当做的，但同时呢，你也感受到了助人为乐或者收获了做好事给你带来好处那这就是道德行动的副产品嘛。那这些个副产品并不会反过来抵消你本来是出于义务做这个行动的道德价值但说回来，毕竟还是必须要包含这么一个出于义务的动机明白这个意思吧？好，我们说回来康德认为做正确的事情是不看后果的，而要看你动机上是不是出于义务。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这康德为什么要坚持这么严苛的义务论呢？我们根据后果的好坏来判断行动的道德价值，怎么着就不行了呢？这就要说到康德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自由。一个人只有是自由的，才谈得上是道德的，才谈得上他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什么是自由呢？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自由就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嘛想吃炸鸡腿就吃炸鸡腿，想吃冰激凌就吃冰激凌。但是康德认为这不是自由，这只是自义。这种自义呢，只是小动物式的自由，对吧？在一片水草丰盛的大草原上，一只小动物也是想吃啥就吃啥，想交配就交配。但这种自义呢，看起来好像很自由的样子，但在康德看来其实并不是自由。为什么呢？你想你想要吃炸鸡腿想要吃冰激凌这些欲望是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吗？比如说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喜欢吃排泄物吗？不会吧。所以欲望驱动你去做的事情并不是你真正自由的去做的事情，你只是一个被身体欲望裹挟的小动物。你以为自己是自由的选择了去吃炸鸡腿，但这只是一种幻觉。这就好比一块石头受到了万有引力的作用，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时候，你能说这块石头是自由的往下落的吗？它一点也不自由它必须是按照重力加速度 G 等于 9.80665 往下落。所以呢，我们并不会说小动物是自由的，小动物完全是被欲望裹挟着而行动的。进食让动物感受到快乐，于是它就去进食；交配让动物感受到快乐，于是它就去交配。这就是动物的生活方式而功效主义就是把趋乐避苦当作是伦理道德的底层动机，就是把人当成的是动物，这就取消了人的自由。那也许有人会说其实人也并没有自由意志啦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讨论自由意志的大问题节目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就会说，人类的所有行动的原因不都是为了吃喝拉撒甚至家庭繁殖交配吗？我们人也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的我们的行动不都是被物理法则决定了吗？人并不能超越于自然规律而生活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并不存在自由意志。但是康德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当然康德承认人当然首先也是动物人也像动物一样有吃喝拉撒性欲等动物欲望，但是人又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人不同于动物的作为独特的彰显了人之为人的人性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所以呢，我们如果遵循理性的法则而行事，我们就可以摆脱自然法则给我们设定的动物欲望而行动，我们就是在遵循人类所独有的理性的法则，自己给自己下达命令，所以我们就是自由的。这就是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所以在康德哲学这里呢，有一个经典的口号，那就是自由就是自律。自由就是我们不听命于外在的命令，而是我们自己命令自己。
而功效主义主张的趋乐避苦呢，就是主张我们人应当像小动物那样遵循自然的法则而行事，这是他律的，是听命于外在于我们的自然法则而行动，我们不是自己命令自己的，我们是在听从别的东西对我们的使唤而生活。自由就是按照人类所独有的理性给我们自己规定的法则而行事。这里要注意哦，康德的理性不同于功效主义者认为的理性功效主义者认为的理性就是一种工具理性就是我们的欲望给我们设定了一个趋乐避苦的目标就比如说想要吃鸡腿，而工具理性的作用就是想办法设计出如何吃到鸡腿的成本最小化的策略，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嘛。这就像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的那样，理性是激情的奴隶。但康德并不这么认为理性并不是欲望的奴隶，理性是一种超越于经验和感官欲望的理性，是一种鲜艳的理性，纯粹的理性。那么这种纯粹的理性会给人发布什么样的命令呢？康德区分了2种命令，一种是假言命令，一种是定言命令。这个假言命令呢，就是一种有条件的命题，符合 if then 的句式，就是如果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这么一种句式。就比如说呢，我作为店家，如果我不想自家店的招牌砸了，我就要诚信经营。当我们仅仅做符合 if then 句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自律的，这个时候呢，我是他律的，我就是一个工具，是满足外在目的的工具，因而我不是自由的。所以呢，这种有条件的假言命令呢，规定的就不是一种道德义务，道德义务来自于定言命令。定言命令是一种没有条件的命题，它不问这么做以后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就是命令你就得这么去做，你就是要诚信经营，你就是要去救落井的孩子，没有条件不计后果，这就是义务，你就得这么做。那什么样的命令才可以成为一种没有条件的定言命令呢？我们说了，康德的道德法则的设定是来自于人的纯粹理性，是纯粹理性自身给自身发布的定言命令，因而呢，这些定言命令必须符合一些理性的逻辑。如果一个命题能够通过这些理性的逻辑的考察，而不至于导致自相矛盾，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一条定言命令，它就是一条道德法则了。康德给出了3条理性的公式来考察一种命令可不可以成为定言命令第一条公式是普遍化公式，也就是说呢，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它能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这话说的特别绕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普遍化，而不至于导致自我取消。比如说说谎就通不过普遍化公式的考察，对不对？因为如果说谎这种行为普遍开来以后，那人人都说谎，所有人之间净说瞎话，那人与人之间就没法交流了，对不对？你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取消了，那么谎话也就取消了。当所有人都说谎，也就没有谎言了。所以呢，说谎就通不过普遍化公式的考察，要说谎就不能成为道德法则。但是呢，如果反过来诚实守信，也就是不要说谎，就能通过普遍化公式的考察，所有人都说实话，并不会导致说实话这个行为被取消，对不对？所以要诚实守信就是一条道德法则，是我们不计后果就要遵循的道德义务。那第2条理性的公式呢，叫做人性公式这就是康德哲学里面的那个著名的口号，人是目的它的完整表达其实是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是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是手段来使用。这次简单说就是你不要把人当成是工具人，你不要利用别人占别人便宜比如说说谎比如说你明知道自己还不起这钱但你跟人借钱的时候说保证我下个月就还给你，那你就利用了别人嘛，完全把对方当成了给自己敛财的工具人了。这里要注意康德说的是不要仅仅把人当作是手段来使用康德并不是反对我们把人当作手段因为毕竟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多多少少都是互相把别人当成手段嘛。就比如说老板把打工人当成是干活的手段，打工人把老板当作是发工资的手段。康德反对的是你不能仅仅把人当成是手段，打工人对于老板的意义不能仅仅是996干活的机器那资本家对于打工人的意义不能仅仅是发工资的机器因为毕竟打工人也是人，资本家也是人，大家都是人，除了当成是干活和发工资的机器咱彼此之间也要把对方当成是一个人来看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功效主义呢就是不把人当成目的的，人呢仅仅是用于提升社会整体效用的手段虽然这个功效主义在调整升级了以后呢为了避免社会上的其他人陷入恐慌，这种更长远的好处我们在电车难题里面就不要拿1条命换5条命了。但是在康德看来这依然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摆脱不了功效主义把人当成是工具人的基本立场就是如果不会让社会上的其他人陷入恐慌，那功效主义还是会选择1换5的呀。就比如说把这个基督徒丢到罗马斗兽场里面喂狮子，能极大的提升罗马公民的福利，那功效主义者还是会这么做的。康德的这个人性公式讲求人是目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性，其原因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呀，不管你是打工人还是资本家，不管你是罗马公民还是基督徒，你都是有理性的存在者。
人不同于万物，人有理性，动物可以完全被当作工具和手段啊，但人不可以，人是目的，说到底还是因为理性是目的。好，第3条理性的公式叫做自律公式，就是说呢，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的立法者的意志。就是说你在考虑如何做才对的时候啊，你就要设想啊，自己啊就是一个立法者，你在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啊，你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全人类的立法者，向全人类颁布了一条普遍的道德法则。这条公式呢，跟前2条公式其实也是相通的，因为你自己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啊，你按照道德法则去行事，其实也就是按照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而行事。所以说回来，只要一个命令能够满足于3条理性的公式，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一条定言命令，它就是理性所制定出来的道德法则。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啊，在康德哲学里啊，这3个哲学大概念，道德、理性和自由是相通的。道德法则是理性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法则，人们按照理性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法则去行动，是超越于动物式的趋乐避苦的自然法则而行动，而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而只有是人自由选择出来的行动，才是具有道德价值的，才谈得上人要为此承担道德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啊，康德是反对废除死刑的。康德说啊，我们判处一个杀人犯死刑啊，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他人性的尊重，因为他是个有理性的人，自由的人，他当初出于他的自由意志选择去杀的人，那么他就需要为他的自由选择承担道德责任。这是对他作为一个不同于动物的能做出自由选择的有理性的人的尊重。当然啊，也有人批评康德的伦理学啊，说康德伦理学啊对人做出了过高的要求啊，要求人们超越动物欲望啊，人必须按照道德法则的定言命令去行动才是对的。那这是不是对人要求太高了呀？但是呢，康德并不是要人摆脱掉动物性啊，并不是主张人要禁欲，不是的，对吧？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康德并不是要我们摆脱掉动物欲望，康德的意思是说呢，你如果仅仅谈兽性，仅仅谈趋乐避苦啊，是不够的。这并不能构成人的尊严。人是动物，但人又不仅仅是一般的动物。人在谈兽性的基础之上，还是要谈人性的，要谈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而功效主义呢，就是只谈兽性不谈人性的哲学，对吧？要讲求这个道德行动的基础呢是趋乐避苦，这其实就是把人当成动物来养了嘛，这还真就摆脱不了猪的哲学的批评呢。虽然密尔为了避免这个批评呢加入了一些所谓的高级的享乐，但只要你功效主义的底层逻辑是趋乐避苦，你怎么着都是一种猪的哲学。哪怕是被培训的能从听贝多芬那里而获得多巴胺分泌的猪啊，它依然也是一只猪，只不过是高级的猪嘛。而如果要真正摆脱猪的哲学，你就不能只谈趋乐避苦，而是要有一种超越于动物式的趋乐避苦的理由的，那就是理性。遵从理性自己给自己颁布的道德法则的行动，才是一种符合人的尊严的行动，是一种自由的行动。康德说，这世界上有2样东西，我越是思考它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神奇，越是让我对它们充满敬畏，那就是头顶的星空以及内心的道德法则。所以我们说啊，康德的哲学啊，才是一种启蒙哲学的代表，它真正是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性，真正把人的尊严抬高到一定高度。这功效主义呢，如果也是一种启蒙哲学呢，是相对于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和彼岸主义而言的讲求人要在现世追求幸福快乐。而康德则认为啊，人真正的尊严啊，不单单在于活得幸福快乐，而在于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理性、道德和自由意志。好，介绍完康德的伦理学，我们可以看出啊，康德伦理学和功效主义伦理学啊，这2者基本上就是针锋相对的关系。当这2方掐了半天架以后啊，这时候啊，站在旁边的麦金泰尔忍不住说了：“哎呀，你们不要再打啦，你们俩其实是一伙的。”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麦金泰尔出场。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规范伦理学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
我们之前介绍的两种道德哲学呢，就是功效主义和康德伦理学啊，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关系啊，一种是后果论，一种是义务论。但是在麦金泰尔看来啊，这两种伦理学啊，其实都是一伙的，都属于是现代规范伦理学。那啥叫现代规范伦理学呢？在麦金泰尔看来啊，现代规范伦理学啊，就是一种公式伦理学。当然，公式伦理学这个提法是咱们发明的不过也就是麦金泰尔要批评的一种伦理学就这种公式伦理学呢，成天就研究一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就是道德公式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用什么按照你同时认为它能够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这样抽象的公式，然后呢，拿着这些公式呢，把我们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往公式里面套去检查现实中的行为 A 是不是正确的呀，行为 B 是不是符合道德的呀。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道德抉择的时候比如说到底要不要扶这个跌倒的老奶奶呀，这个时候呢，公式伦理学家就掏出他们800多页厚的公式手册了，说等等这个扶跌倒的老奶奶，这属于是4-2-1-6-8，属于是公式378与公式774合取以后所考察的行为。等等，这个跌倒的老奶奶到底是躺着的还是趴着的呀？她的头朝东还是朝西呀？她穿的是红棉袄还是绿棉袄别以为这只是开玩笑这些公式伦理学家们就喜欢成天搁那设想各种奇奇怪怪的思想实验，来考察在各种奇怪的场景中也就是这个老太太到底是躺地上还是趴地上头朝东还是朝西这些不同的奇奇怪怪的场景中，到底怎么样行动才是正确的就比如说呢，我们之前专门有一期大问题节目讲过这个电车难题我到底要不要让电车拐弯呢？如果这条轨道上绑着1个人，那条轨道上绑着5个人呢？如果我是在车里面控制方向盘的司机呢？如果我是在路边控制一个道岔呢？如果桥上这时候正好有个胖子呢？如果这条轨道是条环形轨道呢？对吧？各种各样空想出来的奇奇怪怪的场景，在这些公式伦理学家看来呢，这个道德判断就跟解数学应用题似的，拿着一套公式放到各种奇怪的应用场景中去求在那个场景上的行动最优解。那么现代规范伦理学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公式伦理学呢？麦金泰尔认为这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这和整个西方的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由于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现代伦理学也想要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大家知道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就是拿着一套数学公式比如说万有引力公式，然后就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物体的运动啦。为什么物理学能具有这种普遍性和客观性呢？是因为物体和物体之间是没有个性的差别的呀，对吧？我们都知道电子与电子之间是没有差别的，物理学上叫做全统粒子。但是呢，伦理学它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它能像电子和电子之间一样都是全统粒子吗？这个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呀。你现在呢搞出一套公式伦理学，把每个人的行动呢都往公式里面套，然后呢使劲搁那设想电车难题这样奇奇怪怪的思想实验看人在各种场景设置中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才是最优解，你这是把人当成猴在那做测试呢。在麦金泰尔看来现代伦理学偏离了伦理学之为伦理学的本质。就这个现代伦理学关注的着眼点是行动，就是到底怎么样行动才是正确的。但伦理学这位伦理学它关注的根本点不应当是我们如何行动，而要关注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好的人他就会具有稳定的好品质，这些稳定的好品质就会保障这个好人总是会做出正确而恰当的行动。所以呢，相比于现代公式伦理学关注怎么做是对的，而真正的伦理学应当关注的大问题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好人。毕竟电车往哪里拐是人决定的，我们只需要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拥有卓越品质的好人，那把他放到电车难题的场景中甭管是有没有胖子或者是不是环形铁轨这个拥有卓越品质的好人他根本不用去死记硬背各种伦理学公式只要他是一个拥有卓越品质的好人，他就能在各种场景中做出最恰当的行动。之所以现代伦理学忘记了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这么一个根本关注点，而转移到了只关注人的行动这是因为这着了启蒙主义和现代科学的道了嘛。而麦金泰尔认为想要让伦理学回归到它的本质我们应当摒弃现代启蒙主义，回归到前现代的伦理学，也就是回归到古典的美德伦理学，主要是回归到亚里士多德。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是一种典型的关注人的美德的伦理学。他关注的点是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好人，一个卓越的人，一个有美德的人。那什么叫美德呢？也有中文把它翻译叫做德性或者品德英文是 virtue。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所说的德性也就是指人身上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或者品格，比如说勇敢、公正、智慧、节制、慷慨、大度、友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德性。
那美德伦理学呢，就是要培养一个人身上潜在的德性，让你具有勇敢、公正、智慧、节制等等这些德性啊。当你拥有这些德性的时候啊，你就是一个卓越的人，就是一个好人。而这个古典意义上的好人啊，倒不单单是指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这个老好人啊，不单单是那种不停的做好人好事的那种好人啊，而更多是指卓越的人、优秀的人，就是活得好的人，能活出自己光彩的人。要知道啊，你一旦拥有了这些德性、这些品质，这些品质在你身上就是稳定的。就比如说，你如果拥有了勇敢这种德性啊，你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就是长时间都具有勇敢这种美德，你就会在长时间里面都会做出勇敢的事儿。就哪怕你搬家到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啊，10年没有见义勇为了，但下回碰到险情，你大概率还是会拔刀相助。那怎么样培养自己身上这种稳定的品质呢？方法就是不停的做事儿，不停的刻意做勇敢的事情。这里面没有公式的啊，就像这个机器学习一样啊，你得经历大量的训练，你就会逐渐培养出勇敢这种美德，对吧？你不能成天搁家里面空想各种道德公式啊，搁那根据规则来推理，空想出各种思想实验，脑补出各种场景啊。如果我碰到歹徒调戏殴打女性，我就立即施展出我的佛山无影脚，对吧？我在键盘上按下2个 X 键，一个滑闪过去踢死他啊。各种细节呢，你还想得特别详细啊，包括这个佛山无影脚在踢完以后呢，再来一个托马斯回旋360度，完美落地，赢得围观群众一片欢呼啊。你连怎么跟这个被打趴下的歹徒放狠话都想好了3000字的逐字稿了呀。最后你还发现啊，这个被调戏的女子呢，是一家上市企业老板的千金，他当场就决定下嫁给你。亚什德会说，小伙子醒醒，勇敢这种品德啊，它不是在键盘上敲出来的呀，是不断的做勇敢的事儿而训练出来的。就如果你一开始碰到歹徒行凶这种场景还不敢上前的话，你呢就从这个小事儿慢慢训练起嘛。就比如说在地铁排队的时候呢，如果有人插队，你就要勇敢的站出来对他说，同志，我们大家都在排队，请你也和我们一起排队吧，谢谢，对吧？那如果碰到在图书馆里面呢，有人大声喧哗的话，你也敢上前劝阻，对吧？等你在这些小事儿上做到勇敢呢，你再慢慢升级嘛。碰到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呢，你都敢上前表达自己的不满。到后来呢，等到有一天啊，你真的需要见义勇为了，那你也能勇敢的上前了嘛。当你不断的做事儿，你就会逐渐训练出一种实践智慧啊。简单说就是会进入一种不过脑子就能把事儿做对的状态啊，就能把事情做得特别顺滑，达到一种适度的状态啊。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一种中道的状态啊。当然也有中国学者直接把它翻译成中庸啊，就是不多不少正正好，事情做得非常恰当。就比如说呢，把你扔到电车难题的场景中去啊，甭管是有没有胖子或者是不是环形铁轨啊，在这个10万火急的时刻呢，你根本没空过老子，你就是乱打的。但是呢，你乱打却打出一套特别流畅、特别顺滑、特别恰当的操作。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总是能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情感，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的品质。我们说回来啊，当你培养出自己身上各种优秀的德性与品质，你就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活得好的人，也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就是活得好。要知道啊，古典意义上的幸福啊，它不同于功效主义讲的单纯的快乐或者快活啊。古典意义上的幸福就是发挥自己的潜能，活出自己的光彩，通过不停的自我完善，达成自我实现。如果你是一名作家，就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如果你是一名厨师，就是一名优秀的厨师；如果你是一名程序员，就是一名优秀的程序员。这就实现了幸福。幸福的古希腊语叫做 eudaimonia， 翻译成英文就是 flourishing 或者 prosperity，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像花一样盛开的意思，或者译作蓬勃生长。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就是一个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就是怒放的生命。所以古典的美德伦理学呢，它是和人生幸福以及人生意义的寻找是合二为一的。它关注的是一个人完整的人生，它为你提供整体的人生意义解决方案。但是呢，我们反观这个现代伦理学啊，那成天研究一些行为准则，而且呢，这些准则呢，往往是一种禁令的方式来告诉你啊，不要说谎，不要偷盗，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可是这些行为准则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人生的意义吗？我们成了遵守行为准则的伦理机器人，但这并不能指导我们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啊。好，这大概就是麦金泰尔看法。他反对包括康德伦理学和功效主义在内的现代规范伦理学，这些都是受到启蒙主义毒害的公式伦理学。他们关注的呢，只是通过一些抽象的道德公式推导出的行为准则，却丢失了伦理学作为根本的价值，那就是成为一个好人，从而实现自己的幸福和人生意义。因此，麦金泰尔主张我们要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的传统中去，通过不断的做事儿来培养出我们身上各种美德和品质，从而成为一个好人。而好人总是能够把事情做对。好，介绍完麦金泰尔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怎么做才对大问题研讨会的会议总结。
本期大问题节目回答了怎么做才对这个大问题啊，我们提供了3种非常典型的道德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边沁主张一种功效主义，他认为做那些能够给尽量多的人带来尽量多好处的事儿就是对的。康德主张一种义务论，他认为你应当出于道德义务去按照纯粹理性自身给自身发布的定言命令而行事。麦金泰尔主张一种美德伦理学，他认为现代伦理学是公式伦理学，我们应当把伦理学关注的重点从如何行动转回到成为什么样的人，回归到古典的美德伦理学的传统中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3种道德理论呢，是对怎么样做才对这么一个大问题的回答。当然啊，或许对这个大问题的回答呢，也牵扯到对一个更为底层的大问题的回答，那就是道德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What is morality？ 我们为什么觉得滥杀无辜就是错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对的事情，而不去做道德上错误的事情呢？是因为良心的使然，还是畏惧上天的惩罚，还是避免利益上的损失？本期节目点赞过2万，我们将会在近期更新下一期道德的本质是什么的大问题节目。好，我们说回到本期大问题啊，这3种经典的道德理论啊，它有一种互斥的关系在里面啊，你不可能全部都认同啊。你认为其中哪一种道德理论更有道理呢？或者关于怎么样做才对的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有道理的说法？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